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真档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次缘，皆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净土教言。净土教言里面呢，现在讲不能往生净土的三种障碍。三种障碍当中呢，昨天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就没有了知净土的功德，没有了知阿弥陀佛的功德的话呢，也不会往生极乐世界。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所以昨前天所讲的内容呢，也是非常重要。我们对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的各种功德庄严这些方面呢，一定要了解，一定要去学习。以前这方面好像了解的不太多的话呢，我想我们现在在汉地也好，藏地也好，很多有关净土宗方面的经典也相当多，论点也相当多。这样呢，自己应该认认真真的去学深，加深这方面的理解。这样以后，完全认识到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那么我们一定会是对他生起欢喜心，对他生起依乐之心。如果有了依乐的话呢，我们会观想，我们会祈祷。所以呢，大家在因为我平时很多人在以前的关于他的一些这个生活啊、教育啊、环境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吧。就这样一来呢，现在一下子往生极乐世界，就这方面要提起精神、提起信心的话，可能也有很困难的。就所以呢，以前不知道这些道理的人，以前虽然知道，但是知道的不太多的这些人呢，你一定要这方面去学习、去了解。了解以后呢，你自己也知道是确实，往生极乐世界呢，有非常大的功德，而且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呢，有很大的意义。所谓的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呢，正是在我们凡夫人面前，在世俗当中来讲是存在的。那么存在的话，在我们世俗当中，要离开这个三界轮回的所有的痛苦，那必须要这个先往生清净刹度，得到所有的功德圆满，之后呢，就可以随意的利益无边的众生。所以呢。这以上呢，就是讲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呢，首先必须要知道极乐世界的这个功德。那么我们很多人呢，对不祈祷不有什么信心和这种依乐的原因呢，就是有三种障碍。第一个障碍我们已经介绍完了，下面讲第二个障碍，就是说的这个邪见。对往生净土宗呢，什么叫做邪见呢？大家都知道，对这个真相不符合的一切见解呢，就是叫做是这个邪见。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瓶子呢，本来是这个无常的东西，但是我们认为它是常有的，这就是对这个万法的真相方面的一种颠倒执着，这是一种这个邪见。本来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的功德发愿力智慧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呢认为这没有什么的，不可能有这样的极乐世界，不可能有什么。我们对它的真相呢，就是反而有一些很深厚的误解，这就是所谓的邪见。他这里是这样讲的，谁听闻了如此殊胜的法门，但若往昔未曾积累资粮，也不会对此生起信解心。虽然呢，我们听到了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七世界的各种庄严，然后这个有情世界，包括阿弥陀佛的这个菩萨就是眷属等等，就是这些的所有的这些功德圆满就听到以后的话呢，如果往昔我们对这个大乘佛法有殊胜善缘的话呢，听到这个法以后，我们就开始升起信心然后马上有这个往生的念头和信心就是产生的。但以前积累资粮不多的，也许积累一点也没有积累资粮的人呢，那么基层当中听到这个法门以后呢，就不一定对他这个升起信心，对其意产生邪见者，等同于外道了。那么对它的意义呢，就是产生邪见的。那么这些人呢，就是相当于是有些是真正的外道，有些呢就是不是外道，也有诸如此类的吧。就有些是真正的这个外道的话呢，我们这个佛教当中所讲的这些净土的庄严，它不可能生起邪见，就是不可能生起信心，就马上起邪见了。有些呢，就虽然是我们这个佛教徒，但是我们佛教徒当中也是相当一部分人呢，对
这个净土法门呢，还是有一种排斥的这个眼光，所以呢，这也是说明往昔没有积累资粮的一种这个果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些人呢，尽管他们不承认身教为真，尤其是外道，就是他这里呢主要讲的是外道，尽管他们呢不承认身教为正量，比如说我们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说的，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在观经当中讲的，释迦牟尼佛呢在弥陀经当中讲的，这样我们给他算说的话呢，他们都不承认这个经典呢就是作为正量，经典里面所说的完全是正确的这一个道理呢，他们是不承认的。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得出，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唯物论啊，很多的一些孙氏外道，还有还其他的一些宗教和从来不学宗教的这些人的话呢，我们说这是佛经当中讲的，极乐世界肯定有的话，承认就只有佛教徒里面也是大乘佛教徒才承认是净土经当中真的有没有这个记载？有的话呢，我就承认，就只有大乘这个根基的人呢，他才承认的。除了这个以外呢，一般来讲，其他的外道呢，几乎都是不承认的。虽然他们呢对这个身教呢，就是不承认为是正量，但因为了使者通达真正的教义而实现。身边等方便调伏，这个身边等这三个字不用也可以，好像从藏文里面没有。它前面呢就是有个略说，然后前面就进一步的光说，意思就是说，就为了这些人呢通达这个佛教里面所讲到的真相啊那么我们呢，要么就是在他们面前实现这个方便方法来调伏，或者是以所理的方式来进行调伏，就是这是略说的。下面就是这两个问题进行光说的，以此以现实身边令他们去入佛门，或者通过真实的依据证明世尊为良师佛，正确建立佛教为解脱的军粮，从而使他们对佛陀的不可思议的原理和智慧力升起定解而去入佛门。所以这个问题相当重要。我们刚才也讲了，很多人呢，就是现在对所谓的这个佛教不承认，就是佛教里面讲的，如果完全是承认的话，那当然是很好做。我们把这个经典拿出来，你看这个极乐世界。如何的庄严，阿弥陀佛这样发愿的，让他看一遍就他马上这个认可了就可以了。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呢，他根本不承认这个佛教，就是佛教不承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呢？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现实方便方法，就是现实方便方法呢，这是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实一些圣变啊、神通力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也会这个现象的。当然，这个我们作为出家人也好，我们这个现在的弘扬佛法的有些人来讲是，如果真正你记住的话，都是可以的就是佛陀也是当年那个这个在印度呢就是对外道的这个卢达本寺面前就是现实各种各样的圣变，然后呢就是他们全部都得以调伏，以后呢这个日子也是人们就是称之为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身边月就是身边月。所以身边月当中呢做什么样的善事呢，全部都也有些经里面说是这个变成这个1亿遍，就有些说是10万遍，就是有各种这个说法，所以这个功德也是相当大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这种身边让现实的话呢，当然是很好的。在佛教徒当中也是从历史上看呢，有非常多的一些修行人呢，在外面的这个不信佛教的人面前显示各种各样的身边因为我们仙喻经和一些大业经当中都是这样讲的。凡夫人呢，就是他就特别对这个身边就是赞叹，就是而且很吸引这个所以如果现实身边的话，那当然是也是很好。就是有2种方法，就是一种办法呢，如果外教根本不承认的时候呢，就用这个身边来就是调伏他们。以前这个佛教呢刚刚入于汉地的时候，当时道教与这个佛教呢也是这个辩论，就是根据那个就是汉地佛教是藏文当中有这么一个，以前我看见过。那么这里面呢说是最初开始的时候呢，就是道教与这个佛教呢，就是开始就是互相这个争论，就是辩论，就是后来这个佛教徒呢，就是显示各种各样的身边，就是后来道教呢，就是也得以这个失败，就是也有这种这个历史记载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就是最后呢，他就不得不承认的。藏传佛教当中这样的事例也是相当多的，就是这是一种方法当然，这个我们对在座的很多人来讲是这个现实身边呢，可能是也有一些困难，就是那如果不能这个现实身边的话呢，第二个道理就是第二个办法呢，就是以真理来说明进行调伏，或者说是以真实的依据证明
师尊为量师傅啊，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就我们首先呢，就是对这些人面前说，就是这个极乐世界呢，就是肯定是存在的，阿弥陀佛呢肯定存在的。那么他说是为什么存在？我们这些话呢，就是全部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就是第一句话，我们这个。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他不一定承认，他这里什么叫做量师傅呢？所谓的量师傅是没有一点错误的这种人啊，没有一点错误，不管是他的身口意全部是清净的。比如说身体的话呢，没有任何杂染，就是具足这个相好的。然后语言的话呢，就是从来的是不说一句妄语，就是全部是如理如法的。然后这个心呢，就是完全是就没有任何贪嗔痴的烦恼，而且呢，通彻一切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就是全部就具足这样的深刻意的师傅。那么这一点呢，当然是并不是那么很容易的。我们说是。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那么别人呢就说释迦牟尼佛是谁？也许可能释迦牟尼佛说的也不承认。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当中是当然就是需要一些辩论，就是如果你没有辩论的话呢，一下子就因为本来他不承认是佛教就里面就真相的。然后这样的话，我们首先呢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呢确实在这个人类的这个众生的公业面前呢就是显现过啊。现在实际上人们呢虽然有各种不同的一些历史的记载，但是呢比较公认的呢，就是2550年吧，就是今年前一段时间刚在印度金刚座也开了这个释迦牟尼佛纪念那个2550年。以前呢，2500年呢，就是当时那个中国佛教协会的谢肉讲座啊，好多都是也当时去参加这个印度金刚座。那么这是我们从历史上来讲的话呢，就是现在释迦牟尼佛这么一个人呢，就是来过这个世界，而且他所说的这些教言的话呢，现在我们藏文的话呢，就是100里三汉，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经典，就是全部已经这个现在就是保存着。那么其他的一些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语言的经典呢，就是更多。那么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人是已经来过，而且他呢就是说了就是这么多的法，就是在这个说法当中的话呢，就是包括我们实践学和出实践学、人文、天文、地理等等，就是有很多的学问，全部已经讲得清清楚楚的。那么这么多年以来，这位大师所宣讲的这个佛法的真理呢，有多少人能真正反驳的就是这个是。可以说自古以来的是没有找到的。释迦牟尼佛出世到现在呢，这个世界上是聪明的人是非常多的就不像我们有些人认为是好像这几百年当中是有几个科学家很聪明的，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就好像没有，就是以前的人特别笨，就是并不是这样的。就在某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古人的这种智慧是更这个超胜的。但是这么多的人当中呢，谁能真正是这个这破过？包括我们佛教徒当中也是，如果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智慧没有这样的说服力的话呢，我想是很多这个佛教徒也是不会承认的。包括这个猫咪菩萨，就是很多这个外道的话呢，也最后就是不会引进到佛教当中来的。所以我们呢，首先是应该是对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建立为量师佛。就像《量理宝藏论》第3品当中呢，专门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相当重要，我们自己也是遇到了一些比较深的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必须要依靠经典就是依靠经典。要依靠经典的时候，首先是这个经典是谁说的？我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那么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可信度有什么样呢？就是这个可信度多大呢？就是我们也应该这方面不得不考虑。你要考虑的时候呢，不要说是我们像这样这个特别笨的人就是背一个论点的事，就是费了半天的时间，今天背得特别好，明天全部都忘得干干净净，就一点也没有。像这种人，不要说以前的，就是很多这个过目不忘的这些大智者和大成就者的话呢，他们也是这个反反复复的思考佛陀的这个经典的话呢，越思考越思维，就是在自相续当中的这种证悟越来越提高。除此之外呢，从来的是连依据的这种反驳理由呢，也是找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在整个世界当中呢，真的这个释迦牟尼佛、量师佛这一点呢，大家应该作为一个佛教徒，自相续当中有一个深信不疑的定见，这个相当重要的。有了这个的话呢，我们以后在这个人生的这种岁月当中呢，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和困难的话，我们的这个见解是不会随着这个外界而转的。所以刚才在这里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像刚才那个，就是你现实身边也没办法的，但是你用佛教的道理来说服别人的话呢，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个释迦牟尼佛，你看释迦牟尼佛的经典看过没有？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样的？就是然后就是首先把这个释迦牟尼佛建立为量师佛，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正确的建立佛教为解脱的军粮。然后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个佛法的话呢，
让众生直接或者是间接离苦得乐，就是获得这个解脱的一个最好的阶梯，最好的一种妙药方法啊！就是这个呢，我们也要通过这个，因为首先是释迦牟尼佛如果成立为是那样师傅的话，那么他说的是肯定是真切无我的，这一点很容易的。如果你释迦牟尼佛没有成立为是那样师傅呢，那么这个佛法就是成为是解脱军量呢，这个有一定困难的，有一定困难的。比如说我是这个说的，就我是这个人呢，真正是个好人的话呢，我说的话就是还是大家都可以信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当然出名的人士的非常多的，就是自古以来非常多的。但是很多人呢不是两师傅啊，他们的很多的这个话，就是最后是什么样的，就是大家也非常这个清楚的。然后他们的。在有些那个生老死病上面，问题介入的时候呢，就是包括这些这个文学家，就是或者是天文学家，这些人的话呢，就是最后就是面对就是生死苦恼的时候怎么样，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我们我都有时候经常这样想，就是法王如意宝去那个五台山，然后回来以后的话呢，给我们讲了这个一命这个释量论，然后一命释量论以后呢，以前的话我们经常觉得我们佛教的很多道理呢。说服别人是很困难的，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因为我们毕竟呢也不是特别的聪明，但是基本上是懂现在这个社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辩证唯物学啊，唯物主义的观点呐，还有一些什么天文地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说法都比较多。他们当中呢也有些是对这个佛教是半信半疑，有些呢完全不承认佛教。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以后遇到这些人的时候有怎么样的办法？就是一直有这方面的考虑。后来上次如意宝宣讲那个这个释量论以后的话呢，就是觉得是这个道理呢，就是越思维确实这样的。以后遇到这个什么样的人的话呢，就是应该以这个道理来这个说服。那么以这个道理来说服的话呢，在这个世界上肯定就是找不到就是反驳我们这个佛教徒的，就是当然有些人是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看你们佛教是有本事的话站出来，但我相信我们这个佛教徒是心甘情愿的，应该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如果他真正能反驳的话呢，那就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应该站在佛教的观点，就是对他可以这个愿意辩论的。我们并不是精通佛教的人，但是我们也基本上是学习过一些的话呢，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虽然对佛教不承认的人都是经常遇到的比较多，但是真正有理由的、真正能推翻佛教观点的人呢，就可以说是没有遇到过。这样我们以后就是这个极乐世界不承认的话呢，就是这个问题呢，最好就是以这种方法来，就是给别人这个说服，不管是对方是什么样的最聪明、再有什么智慧的人呢，我想是以这种方式来说的话，那就是对方呢，就是要么就会承认这个净土的这个存在，要么呢，就是他就是虽然说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但是他还是可能半信半疑。确实，这个释迦牟尼佛到底说的是什么？释迦牟尼佛是不是那么厉害的人呢？那我也看看那个佛经里面，就然后呢，就是他开始这个学一些般若经，然后般若经的每一个道理呢，就是确实是如果你真的去参加一个这个系统的一些佛学院里面去学习的话呢，就慢慢。原来也不是有很多人嘛，就是像专门像驳斥这个佛法，然后到这个佛学院里面去，就是听入中论，就是后来就是听完了以后的话，那就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了，这种情况比较多的。这样的，这是刚才那个我们就是遇到这种人的时候，外道也好，或者是不承认佛教的人呢，这一段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不去表面上说是这个净土宗，但实际上呢，不一定是净土。就所有的我们这个佛法的教义呢，如果在别人面前进行辩论的时候呢，我们依靠这种推理来去进行这个反驳这是释量论当中这个道理呢，就讲的比较广一点就比较广一点。说我们这个问题呢，就是尤其是现在就是科学比较发达的这个时代，人的这种思维呢也特别的这个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没有一个真见呢，我们自己也以后很难以把握的。然后我们遇到外境的时候呢，尤其是外面的这些人呢，就是比较聪明就是嘴巴比较会说这样的话呢，我们自己也是那这样的话，到底可能是阿弥陀佛不存在净土世界可能不存在那为什么是净土宗里面经常说这样的这可能是一些这个老年人的一些妄想而已，就是佛陀呢可能是给老年人导妄语，就是有净土，实际上是净土是根本不存在，就是我们自己的很容易会这些邪见产生这些邪见，那这样的话呢，真的非常可怕。所以
在文思的修行，文思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见解呢正确无误的这个建立起来，就是，然后呢，自己的是有一种把握，就是以后是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人的话呢，哎，我站在佛教的这个立场上是应该，好像这个就是对进行这个辩论的话呢，我好像有一定的这种把握，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呢，在非佛教徒的这个群体当中，你要去的话呢，就是你应该是就是自己有一种不同的一种这个容器吧，就是否则的话呢，哎，会不会就是非佛教徒问我啊？就是我就到底如果是这些人问我的话呢，那我怎么回答？就是那这样的话是自己的是没有升起真正的定界了。以三观察证明净土宗，那么这样的话，以这个通过三观察限量比量，然后呢就是较量，就是通过三观察的话呢，完全能证明所有的这些净土经啊，就是净土经当，佛经是清净的正教。那么这些净土经这些呢，也是推着衡量及其隐蔽数量的无其圣教，就是。那么这些净土宗的话呢，就是完全是什么呢？就是能衡量最隐蔽的一种不会这个欺骗人的一种圣教。我们要依靠它的话，那就完全的是可以这个信赖的，可以这个信赖的。所以以三观察来得以清净呢，就是佛经。显量当中呢，就是也根本就是找不到它的错误。从比量当中的话呢，也怎么样也是找不到它的错误。然后从较量当中的话呢，比如说有些教的话呢，有些这个圣教啊，有些圣教呢，就是它的这个前后有一些矛盾啊，然后这个一些意义和词句呢有矛盾啊，有这种情况的。但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呢，就是根本不会有的。显量的对境呢不会有显量的危害，比量的对境呢不会有比量的危害，然后较量的对境呢不会有较量的危害，这就是所谓的三清净。那么得以三清净的这个净土教为主的所有的这些经典呢，完全是可以可靠的，而且这些经典呢，就是它能衡量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根本没有办法测度的一些非常隐秘的、非常这个深奥的道理呢，就说的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极乐世界呢，虽然我们如眼看不到的，如耳呢就是听不到的，然后我们如身呢也是接触不了的，但是我们依靠这些非常可靠的经典的话呢，必定是有这个净土。有了这个净土的话呢，我们按照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言去如理如实修持的话呢，最后临终的时候一定会是往生的。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呢，就是对净土宗不仅仅是这个念佛法门是很好的，就是有这个念头，而且呢，真正是从道理上明白，就是道理上明白的话呢，别人不可转的。比如说今天我们从道理上大家都是一个相同的，确实是净土宗呢就很殊胜的，而且这个极乐世界呢存在的。那么以后有些人大我说我这个净土宗是不存在的话呢，我不可能转移的，就是这就是我们见解的力量就是见解的力量就是这样的。对此应该升起就是诚心，就是对，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话呢，应该这个升起诚心的，从他们的这个历史上看的话呢，比如说从汉传佛教的净土宗的话呢，那么就是第一代就是这个慧远大师，从慧远大师到印光法师之间有13代吧，就是人们共称的这个净土祖师。那么这些每一个祖师呢，就是在往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人限量看见的。比如说慧远大师的话呢，他在这个圆寂的这个7天之前的话呢，就是他在入定当中亲自这个显见呢，这阿弥陀佛，而且阿弥陀佛呢，就是当时也跟他说是再过7日的时候呢，就是以我的化身来就是迎接，然后他也是在这个为人们面前也是如实的这个宣说。后来呢，就是往生的这些事迹去年我去那个东林市就是庐山东林市，确实是这个很多净土宗的一些这个教言呢，就是他们的一些感人的这个事迹听了以后的话呢，还是这个不对不让人这个生起信心。当时那个我们也是好像我第1天到了，就是然后第2天呢，就是我们也就开了一个这个藏传和这个汉传呢，就是这个经宗研究的一个开了一个这样的这种研究会吧，就是然后呢就是双方的就是按这个藏传佛教的净土宗的观点和汉传佛教的，当时呢他们的主持是大安法师，就是大安法师呢就是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人，我觉得呢就是目前在中国大陆尤其是这个学习净土宗方面
的既有实修，也有一些研究的，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的然后就是从他，因为他从这个文化素质也好，对佛学造诣也好，各方面来讲是非常不错的。让我们呢也就是探讨了一些各自的一些这个建议吧，就是所以就是最后呢也知道是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有些净土宗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学习的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汉传佛教的话呢，我想是在这个理论上的话呢，就是在藏传佛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值得这个借鉴的。然后这个藏传佛教的话呢，有些这个念佛啊，就是对这个他们的有些方面呢，也有一些这个值得学习的。所以因此呢，我都非常希望就是大家呢，就是在这个教派与教派之间呢，就是宗派与宗派之间，最好是不要冲突，不要内战。这就是我的就这样想，就是在一生当中，如果自己有一点机会因缘的话呢，最好是这个很多佛教教派之间呢，就不要有这个冲突，就是这方面呢，就是能做一点事情呢，就是自己心里很满意。有这种感觉，这是刚才我们讲那个关于对邪见的一些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第三个问题吧，就是说怀疑，就我们不能往生极乐世界的第三大障碍呢，就是这个怀疑。假设虽然有承认自己是佛教徒，即因信仰孽尘而听闻极乐世界的广大功德和形象，除了菩萨以外，一般的凡夫人仅以此佛名号当不能往生吧？就有些人是有这样的，虽然他是真正的这个佛教徒，但自己呢，因为这个信仰一些孽尘吧，就是有些小乘有些这个还有一些外道有些世间的习气特别重对佛法的知识很少等等等，就是有这个原因的话呢，那么法师面前听说了极乐世界的各种功德庄严的时候呢，他就心里面这样想：你看极乐世界是如何的殊胜阿弥陀佛的这个眷属们呢，全部都是有如是的功德。那这样的话呢，这肯定是一些大菩萨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凡夫人，像我每天都是有贪心、嗔心、痴心等等这样烦恼深重的人，是怎么会是能往生极乐世界呢？这肯定不能往生的，就是而且仅仅是念什么？这个念一个佛号，就是你看其他的菩萨的话要这个3个阿僧祇劫当中还要激烈资粮的，那我念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怎么会是能往生极乐世界？不可能的。就是很多人就有这种怀疑，就是也是一种怀疑，也是一种邪见吧，就是不可能吧，只不过是他的这个稍微有点这个角度不同。就是刚才邪见的时候呢，他绝对是不合理的这样的，然后在这里产生怀疑的时候，我们也平时这样吧，有些人可能这样会想的。这个什么每天的念阿弥陀佛的话，那就是到底能不能往生呢？不能往生吧？就我这么样念的话，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吧？就是有时候就会这个产生这些怀疑。那么心生这种怀疑，并呢口中也是这样说的。有些人呢就是口中也是就是顺顺便便给别人也这样讲，不可能往生的。这个念佛法门并不是很高的，而我们密宗的这个法是如何，我们禅宗的法是如何，那么不要这个原来我看有一个人的学术的一些文章里面说是这个念佛法门呢就如何不如法，就是这个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真正的这个文史没有真正的研究等等的，讲了很多的过失。看到他的文章呢特别可怕就因为这个念佛法门我们佛经当中也可以记载，就特别殊胜的。而这个人呢对这个佛经就根本没有研究，只是依靠他的这种思维，他对其他的一些经里面呢说是要这个成佛的话3个阿僧祇劫，得菩萨的话呢1个阿僧祇劫等等，他看到这样以后的话呢，就绝对是自己很有道理的，就开始驳斥别人的这种念佛法门。如果我们这样说的话呢，尤其是稍微有一点能力的人呢，尤其是真的有能力的人呢，以后说话一定要注意，不然的话比如说我有一定的这种说话有一定的分量，然后我下面有这个净土宗的大概有1000个人，如果我说是这个净土宗很不好说一句话，最后他们1000个人的相续当中的3根都全部摧毁了，就是从此以后他们对净土宗呢，因为他们对我很信任的，让我一说净土宗不好，那这样的话呢，这么多人对这个净土宗产生邪见，所以呢以后自己这个尤其是有一些有机会在一些大的场合和一些群体当中说话的话呢，就是特别要注意。只不过我口头上这样说，实际上我自己呢还是这个一点都不注意，经常说话是一点都不负责任。
这样的应当了知，此人已坏坏了重大的意义，就是那么摩诃仁波切说呢，就是认为是这个只有菩萨可以往生的，凡夫人不能往生的，光念佛号不能往生的这些人的话呢，太可怕了。他说是这个人呢，就是已经彻底坏坏了重大的意义啊，就是他的一切都已经完蛋了，就是特别可怜，就是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重大的意义，他本来是可以往生的，别人也可以往生的，但是他给别人面前就是也这样宣扬。所以我像我们在座的人当中，也是有些人以前没有听过我们这个藏传佛教的净土法门的时候呢，会不会以密宗的这种这个理由说是如何？那天的时候有一位那个法师，他是这样确实讲的。现在很多密宗的修行人呢，说是我们净土宗如何不好啊，就是这个净土法门呢，只有老年人的一些这个暂时一种安慰，就是而已，就实际上是这个不能成就的。很多法师会这样讲的，说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呢，那他已经释怀了重大的这个意义的，就是他如果丢失了这个几千万的话，的也没有什么的，就是这个可以补的，即使补不上也是对来世来说是没有什么的。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佛法这样毁谤的话呢，那就是非常可怕的事了。此理有，就是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此理有，神教可退者，凡夫人可以，就是那么这个人是肯定搞错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过这个佛经当中来可以退者，凡夫人呢可以凭借信愿依了心理往生极乐世界。就这一点，我们这个马峰仁波切说的非常清楚。像我们这样的，以前法王如意宝讲这部论点的时候也这样讲。就像我们很多人呢，不要想啥，我每天的烦恼这么重，我业力那么重，我身体也不好，我每天都是这个胡思乱想、分别念也是这么重，那么这个一心不乱的境界也是到不到的。那这样的话，是我往生极乐世界的机会和希望肯定是没有的，只有选择其他的一个路啊。就是如果你这样想的话，是这是搞错了的。我们现在这样的业力深重的、具有一切束缚的人的话呢，也是依靠这个佛的这种名号的加持力，让佛的不可思议的这种法缘和威力呢，就是一定会是能往生的。所以自己对自己要有一定的这个信任。如果自己对自己没有信任的话呢，实际上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出来。有时候我都这样想，我们实际上做任何一件事情，比如说你们发现任何一件事情的话，自己对自己还是要有一种这个信心。如果自己对自己的一点信心都没有整天都觉得我这个人很坏，我这个如何这样的话呢，什么事情都可能会不做的。我们凡夫人有一点烦恼是正常现象，这个大家也不要特别的痛苦，是吧？很高兴是吧？有了烦恼。如颂云，即到第三处，以论即有理。如果我们这个遇到了就是第三处就是以这个就是仙娘、婢娘，然后呢就是第三处就是到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仙娘的对境、婢娘的对境，然后那个圣教的对境，就是仙娘的对境呢比较简单的，然后婢娘的对境呢比较隐蔽的，圣教的对境呢就是最隐蔽的。那么到了这个第三处，也就是说圣教的对境的时候呢，依靠论点是最好的办法。就这个以前我们也在其他论点当中也是讲过，就是这个是其实释量论当中应该是释量论的一个校正。这个释量论里面应该是这样讲的，就是到了这个第三处的话呢，我们依靠论点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仙娘呢，我们这个可以看得见的，然后婢娘的话呢，就是通过其他推者也可以的。但是到了最隐蔽的对境的话呢，你必须要依靠这个校正，依靠校正。如果你没有依靠校正的话，那就是根本没有办法。因为所谓的这个极乐世界的话呢，还是比较这个隐蔽的，也不是这个仙娘的，也并不是婢娘这个知道的。所以呢，我们平时就是对佛教的这个教理呢，就是信任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对这个佛教的教理没有这个信任，就像现在的一些学术界一样，就是凭他的这种思维和凭他的智慧来观察的话呢，很多道理呢，不要说是这个最深深的一些佛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连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柱子也是不可能成立的。就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依靠就是这个圣教，就是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最有利的。
对于其隐蔽之数量，只有通过无气的圣教来了解，了解而去入，可能有个去入，那了解也可以吧？你去了解其广大的视野，这是一切圣者的传统，就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对我们一个人的终身当中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呢，遇到了一些隐蔽的数量，就是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根本没办法衡量的一些非常深奥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通过这个无气的圣教。当然，圣教当中有外道有外道的圣教，就是婆罗门有婆罗门的教，就是教有各种各样的。但是最好是我们选择这个无气的释迦牟尼佛的圣教，以无气的释迦牟尼佛的圣教来可以了解，就是它的这个意义。这就是所有的自古以来的，就是成千上万的所有的高僧大德和大成就者们的唯一的这个传统啊，就唯一的这个传统。所以说呢，我想我们一个人的智慧呢，毕竟是有限的。然而，关于一些业因果啊、前世后世啊，或者是生意空性呢，这些问题的时候，当然我们名言当中呢，就是业因果、前世后世、极乐世界，这些都是名言当中比较难以得到的一些问题。生意当中的话，远离一切心论的什么这个空性啊，就是然后光明如来藏啊，这些本体遇到的时候呢，我们眼睛肯定就是照不出来，你的这个思维、你的意识呢，也是根本照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要信任一个最好的这个疗愈的佛经。佛经里面这么说的话呢，我也这么样做。比如说一个开车的人呢，他到了这个城市里面的时候，他眼睛怎么样的话呢，就可能就是这个路照不到，这就是我们相当于是限量的。然后他就推断吧，就是推断我这个肯定这个狮子路是应该是在这个什刹口在这边开吧，就是他就想，然后到了这个鼻梁的话呢，也没有起作用的时候呢，他就拿一个地图看，这个地图里面就写得很清楚的话呢，就完全的是照着这样去的话，最后也是会到达自己的目的。同样的道理，我们依靠限量的话呢，有些地方就是也暂时有一种对劲，然后就是在根本没办法的时候呢，依靠鼻梁也没办法的时候呢，你用这个较量去，这就是智者们的传统就是这样的。包括我们的月称论师啊、法称论师啊。然后这个龙母菩萨他们的话呢，全部都是依靠这个佛经的。所以我们作为佛教徒的话呢，以后在这个做人也好，你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遇到了最隐蔽的一些数量的时候，最隐蔽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依靠圣教啊！就这个是我们终身当中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如果你这一点就是忽略了，这一点放弃了的话呢，以后也许你的相续当中都会升起这个懈怠呐，对这个佛法的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问题的话呢，包括佛教徒啊，今天有一个人打电话，是不是你们出了家以后不会有烦恼？就是我说是不一定，那时候我们世间人一样，你们出家人当中也是有烦恼的很多很多，是不是？我说是对，就是出家人当中烦恼多的人特别多。他说为什么这就是出家呢，就是只不过是现在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的一种这个阶段而已，就是实际上呢他的相续当中肯定有烦恼的。所以对佛教一点不知道的人呢，好像认为这个就我们这个出了家以后什么都已经没有了，就是马上获得阿罗汉果位啊，就是有这样的感觉。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说我们出家人也好，包括在家人也好，什么样的话呢，对佛教的最根本的问题呢了解，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如果最根本的问题了解的话呢，你学显宗也可以，学密宗也可以，这个都不是特别要紧的。因为你们实在是有点困难了，就以前学过密宗，然后现在呢，除了这个显宗寺院以外，实在没办法的话呢，可以没事，每天都是到那边去念佛，功德很大。但是我想念佛法门呢，不仅仅是口头上念，就是然后心里呢，就是一边产生怀疑，一边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好，应该通过这个这种移民啊，通过一些我们这个藏传佛教的一些净土法门来，这个自相续当中的怎么说啊，就是对往生极乐世界真正有一种不可摧毁的一种信心的话呢，那你念佛也是非常的成功。所以，我喝茶的时候呢，就是话筒也要喝茶，太累了。刚才鸠摩诃仁波切的这些话，希望你们还是应该怎么样，也是如果让心上面就是让记得下来的话，那就是心上面记上了。如果心上面实在是没办法记下来的话，那就是在这个本子上这个单独写出来记下来。
记完了以后呢，有时候看一看我们在以后不管是学什么就我那个以前那个听到什么那个火系的丘教坎波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如果有智慧的人一个轮通达的话，那所有的轮都就可以通达；如果一个轮不能通达的话，那所有的人都不能通。我觉得很有道理。包括我们净土教员的话呢，只有这个记片，就表面上看的只是很少，但是实际上摩诃仁波切在里面所讲的一些教言呢，非常深深的。如果这个我们通达的话呢，很多人的一生当中的这个学佛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的话呢，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身边的很多人呢，就是也可能受一些这个影响就受影响这个就觉得非常重要。只有通过无期僧教来了解其广大事业，这是一切圣者的就是不管是贤宗也好，密宗也好，所有的智者们呢，在他们在弘扬佛法也好，自己修持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的这个传统就是这样的。弘扬佛法的时候，也是他遇到最神圣的地方呢，完全的是依靠身教来这个衡量。就比如说我们要净土弘扬净土宗的时候呢，我对净土宗的很多问题呢，就是不了解的时候呢，按照以前的这个印光大师或者是一些这个永明禅师、永明大师他们的这种教言来去做就这样教言来去做的话呢，一点都不会有这个错的。然后如果他们的这个教呢，就是你觉得不太这个信任的话呢，那按照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宗的这些经典来做，这是所有的人的传统都是这样的。然后给别人弘扬的时候呢，你对极乐世界呢亲自给别人看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谁也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佛陀告诉我们，所以现在净土宗的很多上师呢也是这样讲，就是佛陀告诉有些呢不是佛陀告诉的是话呢，就是也说是佛陀告诉我们。但这个因此说，极乐世界的七情功德极为广大，并且梵听闻三世阿弥陀佛，并欲求往生极乐世界，都地能往生。就是他这里呢，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这个功德呢，就是非常的广大。就七情世界的功德，就是不管阿弥陀佛也好，大势至菩萨的这些七情世界的所有的功德是极其广大的，并且凡听到三世阿弥陀佛名号，自己要往生极乐世界的，都是能往生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王羲在三世世间自在王如来前，名为法藏比丘，发愿数次，比功德圆满810万句子，哪有它是一般的语目数目的这种单位。庄严佛刹更殊胜的刹土，当时呢，他在这成为这个法藏比丘的时候的所有成千上万的这个净土的功德呢，就是聚在一起，并且超过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净土呢，他就要这个发愿，就我将来要数次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呢，我要发愿建一个净堂，我要发愿做什么？我们平时的这个发愿还是很重要的。然后为了圆满所法的这些弘扬而修习无量的菩萨行，就他在无量劫当中就是行持这个菩萨行为，就是在无数无边的这个菩萨行呢，在因地的时候就是行持过。如今圆满实现了往昔的一切誓愿，就是如今呢，阿弥陀佛的以前的所有的这些七情世界的这个所发的愿呢，就是全部已经这个实现了。他当时发的这个48的愿呢，就是全部已这个实现了。然后呢，这个刹土呢，就是名为这个极乐世界的刹土中成佛，恒时宣说正法。因此，我们要依靠阿弥陀佛的发愿力，很容易往生彼刹土。若往生则有重大的意义。当然，这个若往生的话呢，那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我们一生当中呢，真的要就是自己有一个目标很重要的。比如说搞生意的人呢，就是他像是他搞一个项目，最后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目标，就是有这样的。我们这个作为佛教徒的话呢，那么我一定要这个一生当中呢，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发愿力，就是相当重要的。往生的话呢，这个意义是相当大的。佛在佛经当中这样说的：除有怀我真菩提之时，于无量无边刹土中，任何众生闻我名号，必等为往生彼
佛刹，发愿并回向善根，除被无物见罪以及设法罪障覆盖外一切众生，彼等甚至依法性往生，必差脱。若彼等不能往生，而是愿我不先前成就无上正等觉菩提果位。当时佛陀呢，这是好像记得那个48愿当中的第18愿，基本上这个相同的。第18愿里面呢，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释放的所有众生呢，如果心里面就是对这个往生极乐世界产生信心，然后呢愿意往生这个刹土，在心里面呢就是产生这样的念头，就是来自这个10种念头，来自10次的这种念头。如果不能往生的话呢，他当时说是我不能这个去真觉啊，不能去真觉，除了这个无理和造这个谤法罪以外的，就是这个呢，在汉传佛教当中也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我们藏传佛教等里面呢，大家都应该清楚，就是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呢，包括的话，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因呢，就是因包括在4种因当中，它的唯缘呢就是2种当中，就是造无物见罪和造谤法罪，就是这2种当中，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但汉传佛教当中也是我们这个48愿里面呢讲的也是非常清楚的。他说是除了只是造这个无理，就是无理是指的是造无物见罪，还有呢就是谤法罪，就是这些人以外呢就没有的。但有些那个。汉传佛教的有些大德呢，揭示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造无物见罪呢，如果我们基层当中忏悔的话呢，也可以让往生的。以前这个24王子呢，他就是造了这个依靠父母依靠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而造了无物见罪，但后来通过他忏悔以后的话呢，自己也是最后转生到这个商品众生的这个净土，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历史所以他这里呢也讲的非常清楚，凡是听到我的这个名号的这些众生，而且愿意往生发这个愿呢，那么除了无物见罪和造谤法罪以外呢，全部都往生。如果不能往生的话呢，愿我不要这个成真觉，就是当时发这个愿，以及前面所说的往生极乐世界的4种因，应当通达这些校正升起定境。我们呢，应该就是通达这些校正的这个意义，然后自己呢，应该这个升起往生极乐世界的心。当然，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心呢，我觉得是我们平时所强调的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里面应该包括的。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呢，我们不一定要愿意往生。比如说，我们觉得是这个世界呢，就是如何的美好，如何的好啊。这样想的话呢，我就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的话呢，我不愿意往生。首先，我们觉得三界轮回的不管哪一呢都没有什么快乐的话，我们相续当中有一个很强烈的出离心。有了强烈出离心的时候我不愿意再转世了，应该要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呢，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利益众生。所以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呢，我们藏传佛教当中经常所讲的出离心和菩提心呢，还是不能这个离开的。如果没有出离心呢，你光是念佛能不能这个往生呢？就是也很难说的。你贪着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菩提心呢，你能不能往生呢？也是很难说的。因为到了这个极乐世界呢，都是并不是为了就是自己的享受，都是这个度化众生的这样的一个道场。所以呢，以前面所讲的往生极乐世界的4种因，我们对这些校正的内容呢，大家也应该升起定解，就稍微以前的这种观念有没有一种就改变，就是有改变的话呢，我们提问这个法呢，确实对每个人是有一定的受益。如果自相续当中也没有任何改变的话呢，恐怕是或者自己前世没有积累资粮，或者呢自己什么谤法罪啊，就是有一些。但这个谤法罪呢，以后可能我们今年的我们安排就是一些道友学习那个弥勒亲闻经，这个弥勒亲闻经里面呢，谤法罪的过失也讲的比较多。然后你们也在学习这个菩提道次第论，菩提道次第论当中也是讲了很多这个谤法罪的一些过失，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汉传佛教当中呢，提是提，就是要这个讲谤法罪啊，但是具体这个所谓的谤法是什么样啊，就是这些方面呢，在有些这个论点里面提的不是很多。当然，有些高深大德的，我觉得是讲的也是非常好。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大家应该值得重视，不然呢，我们就是一直念佛，一直向往生极乐世界，但很有可能我们旁边呢，造无间罪不一定有的，但我们这个谤法罪呢，已经
遮挡了我们的这个前途，就是遮挡了我们的这种命运，很有这个可能。所以呢，颁发罪呢，就是最好是以前上师主义报也是一辈子当中最主要，尤其是他老人家晚年的时候呢，就是对我们这个显示了什么样的呢？就是他老人家也是现在以前呢，就是好像会不会有颁发罪，所以呢，在这个实现当中呢，也是经常忏悔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忏悔的方法呢，真的就非常好，就是念金刚萨埵啊、拜子弥呢，还有经常呢就是观什么这个空性呢，有很多很多的忏悔的方便方法一定要随时的忏悔，这样以后呢，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好，今天讲到这里。Sunandai Tancha Rukaya Tanani Bejana Pashi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Sulen Drasha Bandarangara Badma Asadardha Bandarangara Badma Asadardha Bandarangara Badma Asadardha